欢迎来到烧麦娱乐综合频道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，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。这里是主要内容：问答杨紫、迪丽热巴范丞丞、龚俊、尹正。1. 迪丽热巴范丞丞合作。书，由于确实是独一档的女顶流，所以想出圈的95生多数都在打迪丽热巴的主意，毕竟捆绑上了她，再怎么样在流量和话题方面肯定是可以吃到甜头的。这不，最近就有传闻说迪丽热巴现在有拉范丞丞一把的想法。迪丽热巴现在确实跟范丞丞有点来往，至于说选择多多的她为什么对范丞丞格外有兴趣，原因也是明摆着的。迪丽热巴虽然美艳，但整体来说还是有些年龄感的，对她来说找太有长相的95生合作是比较容易被嘲笑的，因此看起来有点阅历的范丞丞相对来说是她比较中意的合作类型。二来迪丽热巴自己组建工作室后，合作的一些造型师、摄影师都是以前合作过胖冰的人。胖冰这个人虽然大意有失，但他对身边的人历来不错，所以这帮人跟了迪丽热巴之后，也难免有顾念旧主的时候，有他们帮范丞丞美言一句两句，迪丽热巴这边自然也就会有心思了。三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范丞丞虽然卡在瓶颈期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但是他身上是有一些祖传资源的，迪丽热巴乃别人那就是纯付出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指望那个人还懂得知恩图报，但合作范丞丞这种单方面的付出就有机会变成交易了，毕竟范丞丞手上应该是有一些能让迪丽热巴也眼热的本钱的。花粉素来长情，以热巴目前的中粉体量，她应该是可以笑到很久很久以后的。希望她在奶95生的同时，自己也进步一点，不要像前辈85花们一样，好像风光了半生，又好像一无所有。2. 尹正被嫌弃。书，虽然尹正已经一化许久了，但是不管外界怎么嘲，他的资源都是很好的。至于说为什么他那么受资方的宠，原因也很显然，一来人家的靠山是教主，有这种背景，只要他还能喘气就不会没工作；二来比起那些纯粹的资源咖来说，他还是又敬业又有点实力的，所以潮归潮，他的资源转化成功率还是挺好的，因此业内很多人都是喜欢用他的。也正因如此，他这次又拿到了遮天男主的资源，可是由于他现在的外形的确是不太好，所以原著作者这边就显得特别不满，甚至还以再度更文的模式公然内涵尹正，搞得尹正方面极为尴尬。最后只能说希望尹正用自己的实力让这个项目增光添彩，去征服原著作者吧，否则就这个作者的性情，后续还是会有新的扎心戏份上演的。3. 龚俊高奢考察期短。书，虽然这2年高奢也开始批发 title 了，但是由于内娱很多艺人的骨头实在是软，所以纵使现在这些高奢都已经要巴结南韩 idol 了，但对于内娱的明星还是姿态摆得极高，给个好一点的荣衔都要大幅度拉长考察期。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多奢侈品牌都对龚俊格外轻眼，升 title 的考察周期变得特别短。至于说高奢为什么一路给龚俊开绿灯，原因也是多方面的。一来，龚俊真的是没什么黑料的低风险艺人，红之前就是一门心思搞钱，没啥花花肠子；红之后也是一门心思搞钱，更没啥花花肠子了，所以品牌也无谓拉长考察期。二来，龚俊虽然已经进阶到了顶流级别，但是由于他的中粉里 CP 粉占了很大一部分，所以也有一些业内人士比较怀疑他的流量续航能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奢自然也不想多吊粉丝的胃口了，生怕韭菜还没养肥就没了，因此早点升 title， 早点割韭菜才是比较保险的操作。平心而论，龚俊的演技也是很不足的，但人家实力不行还知道好好做人，就凭这一点他也配在顶流的位置上多待一会儿了。4. 明泽涛捞金不顺。书，
由于转行高尔夫之后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成绩，所以宁泽涛这边还是想往娱乐圈发展一下的。毕竟眼见张继科等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正常人都会动心眼红的。可是让宁泽涛没想到的是，曾经流量和热度居高不下的他，真往娱乐圈转的时候，却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各个资源商好像对他都没有什么期待和特别的兴趣。其实宁泽涛之所以有价无市，原因还是蛮明显的。一方面，大众对他的喜爱绝对不是因为他是个帅哥，而是因为他身上有国家队光环。而一旦这种光环消退了，那么很多曾经非他不可的资源，现在对他的态度自然而然也就变成了可有可无。二来，虽然宁泽涛是凭借姣好的外形出圈，但是他的亮点是肉体而不是脸，而内娱的舞台显而易见是没有那么多让他展示优势的地方，因此他的过人之处也就匮乏用武之地了。三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虽然说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是一种刻板印象，但职业运动员在生活里有一些钝感也是通病。所以宁泽涛虽然也会收到来自时尚圈的橄榄枝，但多数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实现相应的预期目标，这久而久之他在市场上肯定就会被边缘了。当然了，喜欢宁泽涛的粉丝也不要为他的生活担忧，虽然内娱的快钱他可能不一定挣得到，但以他的资质，成为豪门女婿应该是绰绰有余的。所以他的后福如无意外的话是集中在桃花上。5. 杨紫和片方斗法书，虽然题材不错，挖掘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很有意义，但女星还是事实上扑街了，真实播放量极低，还打不过小制作的同档期网剧，话题热度也低，没有任何出圈点，甚至在 B 站里都没有知名阿婆主慕名过来吐槽。豆瓣评分更低，几乎是这部剧所有核心创作人员从业以来的口碑地板。但鉴于该剧的片方也好，女主也罢，都曾经在平台面前夸过海口，画过大饼，不仅让平台给这部剧硬挤了档期，投了大量高成本的广，还从平台手上置换到了一些长线好处。但而今事实摆在眼前，是骡子是马已经一目了然。面对这李逵变李鬼的结果，之前吹最多的杨紫和片方也开始暗戳戳甩起了锅。毕竟平台就是项目方和艺人的衣食父母，平台亏钱之后把账算在了谁头上，谁往后就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。眼见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片方和杨紫也就都顾不上体面了。杨紫这边引导粉丝卖起了惨，称该项目剧本一直不完善，长期处于边拍边写边改的状态，严重影响了剧集的整体质量。不仅撇干净了自己被质疑其实并不抗拒的质疑，还立起了敬业隐忍的委屈人设。毕竟这年头哪个顶流有杨紫好说话，连剧本都没有就在剧组陪着主创们一起熬。项目方这边那也是表气十足，一面全方位有意无意的辟谣，表示自己方面早就剧本完善，不存在准备不足的情况，任由女主和片方口径自相矛盾的话题在饭圈发酵，同时也在晚尊通稿里阴阳怪气，各种夸自己的项目利益深远，先进前瞻。看起来也没说女主有问题，但表达的意思却是自己从导演到编剧都没问题，就是女主演的又不好还赶客。只是这些东西说到底都是难有定论的，平台最后会觉得谁有问题还尚未可知。最后心疼下杨紫吧，拍个戏跟片方互相内涵到心累也就算了，平台为了有点面子，一天注水8亿的黑锅。杨紫虽然也喜欢给数据注水，但是她不至于把观众当傻子，一天注8亿，这波操作绝对是平台在掩耳盗铃。本想着这剧反正糊，注一注应该也没事，谁知道现在的网友就有那么闲，可以不看剧的内容，但一定关注剧的数据，现在又被大众扣到了他的头上。而且他的下部剧《沉香》还是 YK 播，要是这回他没让 YK 觉得过不在他，那下部剧播的时候他也注定有穿不完的小鞋了。请写评论告诉我们您欣赏哪些演员和歌手，
您目前期待或期待哪些电影，甚至是外国电影？我们将为您带来有趣的热点资讯和精美图片。请点击订阅按钮，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